我叫邓亚萍。这个从小的时候呢，喜欢打乒乓球，出自于乒乓球世家。从乒乓球开始，让大家认识了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也通过大家对我的帮助，取得了这个世界冠军、奥运冠军。然后，天时地利人和都需要。你现在是明星了，是大家熟悉的人，然后喜欢你，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烦恼吗？但是我现在的，我人生的阶段就是，也是一个迷茫的一个过程吧，也不知道要干嘛的一个过程。我还在找自己的路，对。因为我们经历过，运动员也有这样的过程，因为你突然成为冠军了，突然这么多人都喜欢你，然后突然这么多人给你掌声、鲜花，然后有时候可能不一定觉得这是真实的。雨落在太阳谷的那天，我和邓亚萍老师在树下见了面。哎呀，哎呀，丁真啊，哎。德荣位于金沙江边的山谷里，阳光对这里总是最为慷慨，温暖如春，丰饶温润，因此而得名为藏地的太阳谷。阳光也在此酿出了葡萄。雨中的葡萄园里，雨滴抚摸着葡萄的果皮，又拂过人们温柔的脊背，最后都轻轻地落进了同一片土地里。酸？太酸了。好像他们说酿酒的葡萄都要酸的。这个品种是赤霞珠品种，最主要适合那个就是酿酒葡萄。有点酸啊，到9月中旬的时候就甜了。啊，9月中哦，我们有点早啊，你们来的有点啥，就要等你见。我要摘最好的。搁这儿吧，哎。来。咱俩有办法的。我5岁开始打球，拿了冠军，人家也不要。为啥？个儿太矮了。个子有啥关系啊？有关系啊，他觉得我这个护台面积不够啊，没有发展前途。哎，这骑马有讲究个子高低的关系吗？没有。我要骑马够不着咋办？够不着的话，你垫一个东西到马背上，然后就你不掉下来就行。没办法，这是逼出来的，对吧？我不可能像常人这样去做一般性的打法的选择，所以有时候没有路就是路，这是我唯一的路。你主业是骑马吗？不可能。以前是骑马，然后就放牛、挖虫草、挖松茸那种。哦，对。哎，你挖的怎么样？水平？还行。哎，是不是挖虫草什么松茸，这都凭运气啊？眼力和运气。还有眼力呢。对，眼力。那得一天挖多少时间啊？7、8点开始上去，然后就挖到下午。嚯！对。这吃饭也在上，吃糌粑。吃糌粑，然后就带一些干粮。哦。对，几乎都是干粮。那像这种酿酒的葡萄就比较小嘛。对。它每个这个品种它可能不同，有的是酿酒的葡萄，有的是可以吃的，可能口感会更好一点。就是怎么样发掘我们每个人的所长。你放牛和挖虫草还有挖松茸肯定比我厉害，因为我都不认识那都是什么。每个人我觉得一定要找到自己最有天赋的那个部分，对，而且是一定要热爱。
哎，那你现在做演员，你喜欢做演员吗？喜欢，因为如果当演员的话，就你可以尝试不同的角色，然后就你可以感受很多各种各样的人生。对，是的，是的。有没有会说你这个觉得你，因为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嘛，是吧？对。你演戏的时候，人家会训你吗？人家会觉得你不行，太差了，有没有质疑你啊？也会有。啊，那你怎么办？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自己去干，我也不是那个科班出身的，我也不是从小就学着长大的，对对。但我自己喜欢，我自己愿意去干。对，我觉得热爱可能会更重要，因为只要你热爱了，我觉得你会不畏惧任何的困难和挑战和质疑。哦，满载而归，太棒了！张起来！这里的酒多是家庭自酿，葡萄熟透的时候，一家人就聚到一块，像葡萄串上的果子，紧紧挨着。把葡萄变成酒，需要一点力气和很多的耐心。姐，那打球，不是说要手感吗？打球的手感是啥样的？就跟你演戏一样，演多了你就知道，一上手就知道有没有。很重要的是凭感觉。像骑马之前，你上马之前，你需要跟他说话吗？用那个缰绳来控制。直接就这样往直拉的话就没有啥作用。哦，对，因为你要先右边拉，然后左边拉，右走左，右走右这种，然后就它会好一点。啊。当双手陷进果实里，反复挤压，酸甜的果香便从双手里开始蔓延，挺好玩的。哦，可以吧？哇，你要学我，你看，哎，老师为什么要压才能它会时间快呢？压才是时间快一点，这一个左右就变成酒了。哦，它发酵的时间比较快是吧？啊，时间比较快。你给它有点压力以后，它不是刚才熟得快吗？我觉得人要有点压力，有点压力成长得快。你会看这个吗？就像葡萄一样，对吧？你现在是不是压力很大？我觉得，因为你毕竟跨度太大了。其实现在的话就算还算小，知道吧？那什么时候压力最大呀？一开始的话就整个人都是懵的，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然后就因为我要快疯了，知道吗？那怎么过来的呀？然后就慢慢的去接受它，然后我也慢慢去学习，学不一样的不同的东西。对。然后到现在发现也没那么难，是吧？对，现在的话就也还行吧。对，也没。他也没有压垮我。不会把你压垮了。对。那你呢？你压力最大的一刻是什么？不同的时期吧，我觉得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压力。当运动员的时候压力大的是，刚开始去想拿世界冠军没拿过，那时候压力很大。但是你发现拿完了以后，保持冠军，你发现更难，那时候压力更大。就是人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因为大家对你的期待很高，对，你根本就不能输球，输了球以后，大家就觉得你怎么能输球呢？是吧？退役了以后，那又面临着这个工作的压力，学习的压力，所以不同人生吧，我觉得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压力。其实压力是自己给的，是，其实没有什么压力。对，
心跳好，哎，对好一点的话，是的，那就没错，没事。对的。其实道理是一样的，不用急，按部就班，一下一下的来，慢慢来，哎，功到自然成。懂了吗？我们看一下相互的手，好啊，我是骑马的手骑马的手，演员的手，演员的手，但是老师呢？哦，干活的是干活的手，干活的手，我这也是干活的手吧？打球的手，打球的手，没啥差别。打球的时候，小的时候讲着，但是打着没了。哎，我说以前怎么会有讲子？后来打着没讲子了。最重要是什么？就是手和拍儿合一了，就是人拍合一。你拿这个拍子，不是使劲转着，而是松紧，随时在调节。这个时候，它就没有讲子了，化了。对。我们干活也是一样，比如说你好久不干活，然后就突然一下干一个重活的话，你手会有那个起泡，对对，整泡。接着把汁液收集起来，装入陶罐里，自然发酵。封存的那一刻，所有的热闹就都结束了，剩下的交给时间。对，我们1个月以后回来喝。扎西德嘞！早在清代，葡萄就已传入制作山谷，葡萄酒在这里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酒酿好以后，它会代替酥油茶招待远客。首先，我们把杯子放在纸上，先看颜色嘛。颜色深宝石红色，澄清透明有光泽。然后把酒杯抬起来放在嘴唇这里，然后彼此闻。第一次闻香是平静闻香，微张嘴，然后轻吸一口气进去。先闻到的是那种焦糖的甜感，然后还有一些黑樱桃。第二次闻香是评价质量的标准嘛，摇动闻香，圆周运动，有摇动时闻香，还有摇动结束后闻香，可以这样摇动着在鼻子下面闻，放下来结束后再闻，可以闻到一些烟熏的、烘烤的味道。现在可以闻到烤面包，还有那个烤松子、烤榛子的那种香味。现在可以先品一下，下大，下大，对，下大。这里的酒有阳光的味道，果香浓烈，叫人难忘。但每杯酒的味道，每个人尝到的都不一样。从去年之来，我们就找了在整个四川省内那个站位书法写得好一点的几个书法老师来，喊他们来帮我们写酒歌的，就收集了1000多个酒的诗歌，用那种呢就做成一种古声古色的那种唐卡。目前呢，吉尼斯纪录它有格塞尔湾的有1000多个的那个唐卡，然后我们这个就有可能是第2个，1000个那个酒歌的那个唐卡。做出来的有500多个了，已经送到那个成都那边，他们开始在制作。然后你看细节呢，在那个地方，等人就很清楚。我们站出来，它书法呢有175种书法，我们就每一种书法都有，从5种颜色呢，它就代表的是山水云天地。我真的觉得我以前很无知嘛，以前一直觉得这种东西是外来品，然后自从学了这个专业之后，才知道从土地到餐桌。接触了各种各样的酒，还有它的生产，还有它的种植方面，就觉得它是真的有个很有魅力的东西。每一款酒弄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就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它虽然是同一个品种，
但是它有时候因为同样的工艺，因为温度的不同，它也导致了各种各样的不同。同一款酒，同样的生产工艺，每一款酒每一年尝到的东西都不一样。现在我也是在学习当中，然后想以后我觉得我就应该可能从事这方面了。来，还忘了这词儿。干杯！小的，小的，晓得。小的。傍晚的雨又来了，湿润的空气浸透山林。柴火的气息也变得沉静，像被蓝紫色的葡萄汁燃过。哎呀呀呀呀！我给你打着。哇， OK， 就这样。吃吧。小的，小的，可以吃了啊！可以了。太美了。太好看了。你们在这儿过的是神仙的日子。但是你们觉得这是神仙的日子，日子，但是我们长期住的时候就又不觉得了。不一样的有一种方式就难受。嗯，对，是因为尤其是牧民的话，就在很辛苦是吧？对，下雨也好，晒太阳也好，你要去找牛，对，然后就你要去，不管是下暴雨也会出去找牛，是吧？像每家跟每家是不是拉的有距离啊？那你们家的牛，比如有记号吗？记号记号没有，那你怎么认识它？因为这就看着就认出来。我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叫丁真珍珠，全名叫丁真珍珠。以前的话就是一个农村的一个牧民家的一个孩子。该我啦，我叫邓亚萍。这个从小的时候呢，喜欢打乒乓球，通过自己的努力，也通过大家对我的帮助，取得了这个世界冠军、奥运冠军，然后为国争光，所以很荣耀。我觉得一切从乒乓球开始。当然几个人生的不同的阶段，都是有不同的酵母在发酵。退役了以后就去读书，对于挑战是蛮大的尤其是到国际奥会工作，当时就我一个人担着翻译，其他他们都讲着，要不是讲英文，要不讲法文，两个官方的工作语言，就我一个人傻傻的带着个翻译在那儿，所以那个时候下定决心去解决语言的问题。其实我也是现在就是在学普通话，有时候就看看书啊，看看字，然后就有时候就听故事，有时候就给团队的人就讲普通话，一直讲，对，练习讲，亚洲运动员里头就有2个人，那我就其中一个。那么我不仅仅代表的是中国，代表的是亚洲，代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运动员。
那么他们需要更多更好的训练条件和机会，让他们有同等的条件，可以去国际的体育舞台上去竞争。所以他们更加需要我们给他们争得一些权利和创造一些机会。所以当你有了这些人的画像的时候，你有无穷的动力。你去战胜一个语言，这很难吗？好像没那么难了，因为你的心力很大，你的心量很大。你现在是明星了，是大家熟悉的人，然后喜欢你，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烦恼吗？但是我现在的我人生的阶段就是也是一个迷茫的一个过程吧，也不知道要干嘛的一个过程。我还在找自己的路。对，我去唱歌，然后就还有去演戏，然后就也做文旅方面都做，然后就慢慢去找一下自己热爱的一个东西。对，需要适应这样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对，可能有时候因为我们经历过，运动员也有这样的过程，因为你突然成为冠军了。突然这么多人都喜欢你，然后突然这么多人给你掌声鲜花，有时候可能不一定觉得这是真实的，可能不是特别踏实。我觉得你可能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也有。对，所以说我是觉得需要塌下来，你保持我本心，认真正住，你就不会去迷茫。好，我觉得守住你的心。好。雨接着下，把歌声带进了屋檐。两位老师好，我们是咱们德荣本地的一个组合，我们叫四头牦牛。四头牦牛。四头牦牛是的。那两位老师，欢迎你们来到德荣。好，休息喽，休息喽。琴弦一动，山谷便安静了下来。对，太棒了。太美了。这首歌很温柔，听着就。对，好听。姐，冒昧的问一下你，我们在这唱歌的时候，你为啥哭了呢？我觉得这是好像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对。我其实没来过这儿，但是我好像又非常的熟悉。藏族文化，我觉得是一个直击心灵的一个文化，歌声也是直击心灵的音乐。对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他们一起那个调，就触动了我，好像回家的感觉。然后觉得我心放下，回家了。
太阳谷也总有落雨的时候，地里的劳动也从不因落雨而停下。葡萄的个子有大有小，成熟的时间有时候又只会因为多了一片叶子而有迟有早。不过它们紧紧挨着彼此，各自有各自的芬芳。对了，我们酿的那罐酒就留在老乡的家里，他会在那里经历属于自己的成长。Čemu podjatele, ona pa la circa gotere, pa sono due ne per i con le mare, la circa。来日我们会在阳光下喝那雨天里摘的葡萄酿成的酒。太阳谷的雨总会停，葡萄也会一年年的熟。我们呢，大概也是一样。你喝酒酒量怎么样？酒量不太行。你肯定可以，这喝酒哪晚喝的嘛？这都不一定。这里面加点虫草。这价格上来了，不是168了。对。1680都可以。价格翻倍。哇，这又不一样。这个是750的，这是750的，那个更大一点应该。这里面打蛋的时候就很红。哦，确实是。这是。他刚刚不是说最好的那个是暗红吗？暗红。这个是肯定是最好。但是这个颜色它皮儿的关系吧，它这个你看这个，它出来以后，一般是品的关系。是皮儿的关系。品的关系。我觉得皮儿的。被骗了。待会儿那个什么不是，待会儿酒倒出来以后看它的颜色，酒倒出来以后。懂了，走吧。不是看皮儿，走。那你们如果放牛的话，要不要用边牧啊？那个狗，那个边牧那个狗。不用。不用啊，那么多牛，你看得过来吗？那我们会啊。对。你不是骑马吗？你跟他劝他去。有些地方可以骑马，有些地方骑不了。边牧是用羊的，那我弄错。我本来想提醒一下，然后我说是吧？也有道理啊，也可以放牛。牛可能听话一点，是不是？对，牛比较听话一点，羊的话就有一点动静就它会跑。它会跑，而且它跑得快一点，牛跑得快，然后就胆小。有一点动静就跑。这个挺好玩的，你别说。你现在就不放牛了吧？现在的话就。现在去学习去了。对，学习。肾解甘滋，有机之州，错过一季，面向一年。Hello， 大家好，我是甘孜州助农推荐官丁志珍珠。我这一期推荐的农产品是德荣葡萄酒、德荣树胶蘸料、德荣树胶香肠。
更多高品质土特产，搜索天猫甘孜州原产地官方旗舰店。